第4章，结婚前失恋滋味。意中有人，两心相照，情事生变，壮士断臂，并其万虑，寄情游乐，迅速成婚，安居乐业，远游燕京，物价更廉游颐和园，参观故宫，访琉璃厂，搜购一点任何文物，磨制有术。我悬壶开业，门诊虽定诊间1元2角，实际上当事人对一枚银元看得很重，超过1元以上更是一件大事。所以有时病人付4角或6角，甚至不付钱，我也照样替他看。初时打开业务，真是难到极点。那时米价每担是4元左右，小家庭一夫一妻的话，每月3、4斗就够了。子女多的人家，1个月也不过吃1担米而已，所以银元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定。那时节上海的人口不过200万，米是由松江、常熟、无锡、太仓等地供应。后来人口渐渐增加，米商就向暹罗购买，米质干燥，价格较廉，可是涉及外汇问题。所谓外汇是跟着金子价格走的，有时金贵银贱，有时银贵金贱，常有波动，因此也牵动到米价有时跌3、4角，有时涨3、4角不等。一般民众对米价最敏感，吃到便宜的米好像开心得很，吃到贵米就有米猪心贵之感。其实米价上下相差不过几角钱而已。我开业1年之后，门诊情形渐入佳境，因为1元2角的定价实在定得太高，当时的老年名医收费也不过如此，所以业务进展很慢。足见从前一个少年医生要侧身于名医群中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但是做了1年之后，除了特约的商店职员们之外，门诊也有10号左右，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。由于每天病人不多，因此每来一个病者，我就有机会仔细辩证，而且空闲时多，可以不断地看书、翻书，这样耐心的研究和苦守着，对我学识方面很有帮助。意中有人，两心相照，开诊祭酒，每1星期我的4父必定要来看看我的光景。那时康健报业务进展得很快，因此我把2个楼面都承租下来，一小部分租给一个牙医生。牙医生有2个女职员，他们一有空就走到我诊室来。我4父常常见到他们，总认为不像大家闺秀，尤其见到他们穿了高跟鞋，认为太时髦了。偏偏其中一位女职员见到我4父奉茶敬烟，地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，4父反而觉得不自在。他对我说，向来上海的规矩，有底子的人家先成家后立业，你清寒出身，要先立业后成家。现在已经到了快要成家的时候，我看这些小姐是不对的，你要十分小心。我县受委要到安徽盱眙县接任盱眙关税局的会办，比督办次一级，每6个月要回南京述职1次，希望你6个月之内找到一个世家小姐，急速结婚，否则我实在不放心。我说好的。4父临走时还切切叮嘱说，古时交友的标准无有不如己者，但是择偶的对象应该要无偶胜于己者，而且一定要你母亲看得中，我也要看一看。其实那时节，我接触到的女性不在少数，心目中已有一位小姐正在中西女塾读书，她的祖父是上海100名人之一，按100名人系当时京报选出的，这位小姐仪态端庄，姿容娟秀，又是一位杰出的高材生。中西女塾是教会办的一家贵族式的女子中学校，宋氏姐妹以及张乐怡、周淑萍等都是这间女塾毕业的，
学校的课程着重英文，学生们未曾毕业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。我认识的这位小姐姓什么？我不能再提，只写她的英文名字叫做爱丽丝。我认识爱丽丝很久，自觉出身清寒，而且学的是中医。每次见到她，多少总有些自卑感，何况她又是百万富翁的孙女。我对她只是很高兴地服务一切，什么事教我做，我总做得头头是道。有一次，她的相片挂在南京路宝记照相馆的橱窗中，丰容盛简，仪态万方，实在美极了。但是她的母亲认为大家闺秀的相片不应该公开挂出来。有一天，她母亲向宝记照相馆交涉，要他们除下来。宝记老板姓邱，是广东人，说话硬邦邦。他说：“我们照相馆从来不挂妓女之类的相片，现在挂出的4张，一张是陆小曼，一张是唐英，你的千金列在一处，格外显得高贵。”而且表示坚决不肯除下。他母亲气急了，争执了几句，老板连睬也不睬。回来之后，他母亲尤气生愤，认为不除下这张照片总不甘心。那天我正在他家中，我说我有办法。他母亲就说好，就请你去交涉吧。我说我要拿一张同一款式小照片，说话才有根据。他母亲当即给了我一张。到了次日，我轻轻易易地把那张挂在橱窗中的着色大照片拿在手中，送到他的家里去。他母亲就问我交涉的经过，我说我只是说了一些很有理由的软话。老板说我不过，就爽性把这张大照片也送了给我。爱丽丝高兴得很。我临走时，爱丽丝轻轻地叫着我说：“那张小照片，我签个名送给你吧。”说时做了一个很含蓄的微笑。从前的小姐们轻易不肯把自己的玉照送人。我得了这张照片之后，觉得飘飘然，周身轻松，况且向来对她有爱慕之意，这一来更令到我想入非非了。